嘿，欢迎来到今天的风声耳闻，这就是今天要选的3张牌1、2、3。在你选牌的同时，顺便领取今天这3张牌的领取好运呢。这3张牌今天要带来的好运是呢，你将会遇到一个带给你丰沛物质生活的恋人哦。他还能够带你去遨游四海因为他非常有创意，对于外面的旅游啊，或是各种国家的旅游经验，他都非常丰富而且他有一个无限创意的 idea 他愿意去冒险，愿意去挑战一些没去过的国家所以如果你跟着他，被他带领着，你可以探索更大的世界所以今天的领取好运就是你将会遇到一个非常有开创性的新恋人哦。好，那选好牌了吗？那如果你还要看的话，那你就按下暂停，仔细看清楚这里的构图颜色啊，哪一个最吸引你，那就表示你的共振跟它最强你可以直接选它。那么选好牌的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咯。来，现在开始选到1号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呢，他已经把我放在心上了吗？他把我放在心里了吗？我在他的心里的位置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今天来帮你预测一下好，我们就来抽。好，我尽量，因为我的语速比较快，所以我讲的蛮快的所以时间可能不会那么长，大概15分钟左右就把它讲完了你可以仔细听。来来看一下，先抽3张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他已经把你放在心里了啦，他已经把你放在他心里觉得最正确的位置了然后他经过了很多的判断，很多的理智上的分析，不能说分析啦，感情上应该不太适合用分析来去形容。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他在某方面来说他是比较务实的。他认为感情就是要有更多的尊重，更多的责任，他其实里面放了蛮多的责任感的，所以他在衡量的是他自己能不能在这一个感情上面做出最好的决定，或是给予你最好的东西不过目前看起来，他把你放在蛮重要的位置啦他把然后经过了很多的观察他把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且不是一种刚硬的，不是一种霸道的，它是一种有体会你内在心里柔软的那一面，有体会你的需要，在跟你相处的时候有感受到你的需求，也去理解了你的个性，然后他也衡量出来他自己所能做到的程度因为正义牌嘛，他寻找真相嘛然后宝剑女王也是用一种更多开创性的、更多分析的，可是他会更多的同情心更多的情、更多的感情去理解你它不是一个霸道的，不是说我想要怎样就怎样，你跟着我做就对了，不是这个方向。然后圣杯2也表示说，他在某方面已经达成跟你某一个，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他已经跟你达成某一些共识啦，情感上的共识，情感上的联系已经有连接起来了所以他已经把你放在蛮重要的位置了，他把你放在心上了啦他甚至有在想说，还能做的怎样才能做得更好？他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所以他甚至是那一种我形容起来，就是他会拿一张纸写1、2、3、4、5、6、7、8、9，他做得好，他做得不好，把它分类出来，然后他也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有哪些第1项、第2项、第3项这样子去分析这个关系虽然是有点硬邦邦但是确实是个诚意十足你可以相信他，把你放在心上他也许表面上是一个表面上表达是会比较冷漠的人因为通常这样子的人他外在表现跟他内在的澎湃是不太吻合的，所以也不要太容易被他的外在的冷漠或是过度理智被骗到了他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人，因为他这里是圣杯2嘛然后又是宝剑女王，它里面是有水能量在里面飘的这个正义牌也有啦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底下还有什么。反正它底下是一个柔软性情的水能量在里面跑情感面它是很着重的，但它不会在外在表达出来。好，你看，好，他很开心跟你一起，而且他觉得当他开始喜欢你的时候，他就觉得他的人生有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下一步，新的世界他喜欢这个感觉，他觉得这个备受礼遇，就是
他内在有一个比较浮夸的爱现的心态啦，他的意识，但这不是坏事，他是某些人的人格不一样哈，有些人可能自我肯定就已经非常满足了，可是他的部分，他有一部分是需要他的同才、他的好友、他的家人觉得他选对了一个好的伴侣，选对了一个好的 partner。哦，刚开始也交往了一个好的对象，这方面他觉得很满足，他觉得你是一个很适合的人选。虽然我们从头讲起来都是用一种比较理智的方式来判断你的存在，但是别担心，他内在其实还是有温柔的一面了。当你跟他独自相处，跟他相处的很近，更加密集，更加亲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内在一个柔软的那一面，可爱的那一面，是他外表那种冷酷。也不到冷酷啦，就是有点硬邦邦的哈，是有差距的哈。因为目前看起来水能量在底下串的确实是蛮多的，然后又是权杖侍者哈，他其实没有他自己以为的那么冷静，也许是他想要那么冷静，他想要那么把事情分析的有条有理，那是他想要的。可是我发现他本质上是一个爱冒险的，好奇心强的，喜欢探险的那一种火能量。而且有点幼稚，有点赤子之心的，但有可能他有发现，所以他故意隐藏。也许是因为在工作方面不适合啊，在一些人际关系上面不适合，所以他渐渐的修正到让自己是隐藏起来的哦。但这个能量，在我眼里是躲不掉的啦。当你跟他亲近一点之后，你就会发现他那一面了。你也许会更喜欢，但也许你会怀念，你会开始想念他以前更理智、更判断的，因为当他更内在的那些性格出来的时候，他其实会常常有一些，你会发现他有时候有一点点，才会发现他其实是粗枝大叶的，才会其实发现他其实有一点莽撞的，才会其实他有点粗心的，但这些是代表他的可爱的那一面，因为他在你面前拿下了心房，放下了心房，他变得不需要那么拘谨了，哦，他会展现出他比较奔放的那一面，所以他就会不拘小节了。哦，所以你可以相处看看，他慢慢跟相处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他那些可爱的那一面更柔软了，更像棉花糖了哈，会让你觉得更舒适了。哦，没有，别被他外在所表达出来的那个样子给骗了，因为那是他想要成为的样子，但他本质上其实不是哈。但那也是因为他可能觉得那是比较安全的表达方式哈。来，再帮你抽哈，我们再来多看看。他把你放在他心里什么样子了？好，什么位置，什么样子？哈，哦，好，从这慢慢讲哈。他曾经想象过你跟他在一起的生活啦，他曾经想象过你们去更多更好玩的地方或什么的更有趣的事情，他想象过跟你的很多未来的事情，他想象过哈。然后他比较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哈，他比较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也比较喜欢用老方法去面对新案件、新挑战。他觉得先用老方法去挑战新的东西的时候，如果过不了，他才会想去想出一个全新创新的地方。他是一个蛮有创造力的人，但他还是会先依赖着老方法，因为他认为老方法只是上一个时代里的新方法，但是还没有成就到太旧，所以他认为还是有用的。所以他对于面对一些新方法的时候、新事件、新挑战的时候，他还是喜欢用一些他经验上可行的方法先去面对。然后通常那都是老方法了哈。什么叫做老方法？就是有点，该怎么说呢？这要怎么形容呢？我打个比方，然后你不要太介意。就是说，可能他觉得送花是一个比较老的方法，哦，但是可能对比较多年轻人来讲，可能送一些虚宝啊，送一些游戏啊，送一些什么电子的数位的东西啊，科技产品，那个才叫做新方法，才是一个新的浪漫。这个打个比方哈，我没有说这是一定，只是跟你比较一下这个前后的差距哈，这个老方法跟新方法的那个方式哈，就是可能他觉得物质的东西比较好，不要太实际的，或是写一张卡片比较好。
而不是写一个很漂亮的电子讯息或者传一个很美的电子讯息这些的，就是有差别啦，就是也没有说新的比较不好，而是就是只是新旧的差异而已。他还是比较，他可能是有一个老灵魂啦，但他又有一个喜欢挑战新世界的一个身体，一个脑袋。所以你可能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碰撞了哈。然后你在他心里，他觉得他把你，他有一种悲伤情节，他有一种莎士比亚的悲伤情节，就是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要建立在悲伤上面。他其实所以看起来他其实是一个蛮浪漫的人，他有一种自我的骑士精神的想象。那是他想要的，但他本质上其实是一个鲁莽的莽夫、冲动的儿童，充满赤子之心的爱玩耍、不怕脏的那种性格有在里面。为什么说他有点浪漫？因为他莎士比亚，因为他这一张牌出现在这个位置，并不代表说是有心痛的感觉，而是我看到各个东西一个流动到这里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内在有一个莎士比亚情节的内在，他喜欢把一些悲剧当成是享乐来看待，但他并不会想要去创造悲剧，而是他对于那种悲剧的产生有一种非常好的投射，对于他爱情的模组，他能够投射他心中那一个爱情的模组，那个极致浪漫的、绝对浪漫的一个绝对感性的那一种状态，所以我才说，你真的不要被他外表那种理智的样子骗了，因为我觉得那是他的保护机制，因为他可能知道自己其实是非常崇拜这种随机性的、浪漫性的、情感流动性的、完全依赖绝对感性的。他知道他自己是这样，但他因为要在这个生活社会上生存，他也学会了需要武装自己，需要更理智，需要更多判断来生存下去的一个能力。所以他大多时候是只拿出这一面，而不是他心底下那一个绝对浪漫、绝对感性的那一面。他可能有的时候留给自己，但当你出现的时候，他发现他这一部分可以对你发挥，所以你跟他相处更接近、更好的时候，他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浪漫的举动，会超越你我所预期的。但是而且这里面会充满创意，充满新鲜感。主要我还是说，因为他太想要挑战新鲜，虽然他是一个老灵魂嘛，你会觉得蛮有趣的啦。当你认真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有很多碰撞型的。你跟他讲一些新的东西，他会接受，但是你会发现他喜欢告诉你说：“其实有些旧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去看看，去看看一些老房子啊、旧的东西啊、复古的东西什么。”他喜欢那种新旧冲突的感觉，他不自觉的，他不自知的，所以你会看到他会有一种旧的思维，却有新的举动。他会有一种告诉你说，我们去看看那什么新的东西，可到现场他会用旧的思维去比较新旧两个，你会有点冲突，会有点矛盾，但是这就是他的乐趣，这就是他迷人的地方，他让人感受到特别的地方。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哈，帮你翻一下如果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两个相处起来之后呢，会有什么美妙的事情，或是你们的状态会是如何呢？来，我用这张牌来翻好了。这张好，相处之后来用后转牌。好哈，这张漂亮。确实是那个骑士精神、那个浪漫的氛围跑出来了哈。你们相处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好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奇妙的世界里然后他会给你有一种骑士感的保护状态很奇妙。他有点把自己他有点小中二，他那个中二的气息跑出来了翻了6张，都是在这个环境上徘徊他有一种骑士精神，他又有罗密欧的情节然后他又有一种执念，就是他想要保护你，他给你最好的，你是属于他，他有这种中二的想象但他又觉得一切的感情建立起来都必须要一份耕耘，一份付出，一点收获。他不是照进的，不会炒短线的，他不会花言巧语的，他是很扎实的但是他又很乐于去把你的好炫耀给他的朋友，说你看我交到了一个多好的另一半，他们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当他对你的感情有困扰时，他也会去求助他的朋友，问问他的朋友的意见。他其实把你放在心里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他才会有这些自扰的烦恼。其实他都能解决，但他又喜欢又乐于
去问他朋友，其实他问他朋友有一部分也是要炫耀说，你看我的另一半多好。他也说是他可能他是这样子哈，在他的想象里是这样子，而且你确实会感觉到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因为他很有自信的觉得你跟他一起的时候，他可以带你去用他的眼睛去看世界，而且那些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世界哈，各种元素、风水、火土都有哦哈，他各种情况都调和的很好，他是在某方面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平稳的、非常综合的哈，非常四面都是非常稳的人。目前翻起来都没有任何太多对他的批评的牌哦哈。来，既然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哈。来，我们想问塔罗牌能不能帮我们看出来他某些缺点，然后让我们一些要注意的呢？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哈。哇，还是没看到。我就只能从一些优点去强化，因为他可能我要从优点去强化，就是说有时候优点跟缺点是一体两面的哈。他在某些事物上是优点，但在某个情况下他却是缺点哈。我来看一下，像他其实蛮爱炫耀他的感情生活蛮好的啦，这其实是一个优点，但是在朋友看来可能是个缺点吧。他也有一点见色忘友哦，他可能会比较想要花更多时间跟你在一起，然后会跟他朋友说他要去陪你或什么，也有这个感觉哈。但他的朋友圈都还蛮支持这个想法的啦哈，是在他的价值观里交朋友了，所以他的朋友是愿意支持这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要跟自己的另一半花更多的时间去独处嘛。如果硬要说他的缺点的话，他有点受别人对他的外在批评的影响蛮大，他蛮在意别人对他的外在的形容的，会影响蛮大的。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尽量多说一些他外在的好话，他穿衣服啊、头发什么各方面，他会觉得很舒服，他也会觉得很浪漫。哦，你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个虚伪虚假的，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顺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给予别人需要的东西，却在适时的时候给予建议哈，不要只是给建议，不给别人需要的东西。因为建议也许是你觉得他需要的，所以你给他。可是他需要的东西，不见得是你想给的建议。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你要分出来啊哈。你可以让这两种东西是穿插着给予，会让别人觉得很舒服。好，这就是一种智慧哦。不要只是给予建议，因为你的建议太多，会像是你一直在灌输别人你的价值观。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啊，很喜欢讲的一口说，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可其实事实上，他们的心意是没有打开的，他只是希望别人跟他们说，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要接受别人的建议。他们更喜欢听别人对他们的夸奖，然后当他们对他夸奖的时候，他的心打开的时候，你再给他一些建议的时候，他其实分不出来这两个有什么差别。他就会觉得你那时候在给他的建议的时候，他会觉得那是你是为他好，所以才跟他讲的，因为你前面有先称赞他了。人性就是这么复杂，你要偷渡一些你的建议在夸奖里面，好，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子对付他哦。如果这是唯一的缺点的话，那我觉得他的包容力跟理解力比我说的更宽广更好啦。其实不用那么多担心哈。然后再看看他有些小缺点，就是他其实蛮聪明的，他在工作上会用非常多的小聪明啊，或者是小伎俩啊，看起来很像很奸诈，会达到一些目的，会达到一些 case 的达成。但是那个他的才能，因为他脑袋太灵光了，前面太多的宝剑牌出现，他是一个非常灵光的人，所以他不会把这个小聪明用在你身上啊。我没有看到这个部分哈，因为我觉得他。当我心思是想到如何对待你的时候，都是一些保护的牌、光芒的牌，你被护佑的牌。哦，如果我要去看他缺点的时候，才出现了一些他的小聪明呢，他对于自己的外在或是被很受别人批评干扰这些东西才会跑出来哈。所以呢，你会看到他的缺点，但我希望你用更多的赞美去让他开心，因为他有能力去修正自己的缺点，你也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修正他，因为修正他的缺点不是你的责任啦，不是你的全部的责任，除非他来求助于你，他有什么要改变的时候，你再去跟他讲。其实大部分时间。人都会自己去修正自己啦，哈，不需要听太多人的建议啦，又不是什么大难临头，或是到了一个超级关键点，或是又不是到了真正执迷不悟的时候，需要有人给他一个当头棒喝，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尽量多一点夸奖，保护你们两个的关系比较重要。好，因为慢慢的他会从电影啊、书本上啊、看影片啊、手机上面、短片上面会得到一些自我的启发，他会自己改变啦。哦，你不要那么冲动的会去给他建言或什么都不要哈，先不要。等到更好的时候，记得要把你的赞美混入一些谏言，融合起来去
给予，这才是智慧的那一个部分啦。希望你能够学习到。那总结来说，选到一的朋友啊，他把你放在心上很久了啦，也放得很重要了哈。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其实他已经放上了啦。然后，如果你是单身的朋友，你在暗恋这个人那可能我是觉得他有把你放在心上，那你可能再等一下他可能会有机会来跟你主动或是告白跟你示好。那如果你们是在暧昧的话，那你可以做一些暗示或是做一些确定关系的暗示，但是不要真的是用言语上或什么行动上确定关系，你可以拉近一点距离，再拉近一点距离，然后关系就会不自然而然的就确定了那如果你是已经在一起的朋友呢，给自己自信一点啦，他把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但表面上可能没有那么表明出来，但他心里有记得相信一下对方，给自己更多的自信，好吗？来，这就是选到1号牌的朋友希望你理解我对牌面上的象征的诠释。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真的对影片很重要会让我有拍更多影片的动力谢谢你来听。来，现在来看选到2号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他把你放在心上了吗？他把你放在心里什么位置？你觉得他心里是什么样子？这类型的题目来，我们直接来翻3张牌来看一下好，他把你放在心里很深的位置，而且他要理解你对他生命里的重要性然后他其实有一些很不太理解的事情，他也其实有去问他朋友，表示他其实有非常在意你的存在不然他不会去问他的朋友或是什么的。然后甚至我觉得他其实把他朋友的意见放得蛮重要的啦因为他心里有一个，我觉得你可能你的出现对他的内在的冲击有蛮大的，就是你可能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人而且你有打乱了他心里的平静，确实是有打乱他心里的平静，所以他想知道真正为什么你对他这么重要我觉得他本身是处在一个他其实在没有非常需要爱情的一个状态里，然后你出现了他还蛮在意的你打乱了他内在的平静，刚说了嘛所以他第一次发现你，第一次看到你，对你有感觉，他就已经问他的朋友说这个人是谁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他可能还比你，他其实喜欢你的时间点还比你喜欢他的时间点早然后他有在慢慢的去理解你对他人生的重要性而且现在是已经放在比较重要的地方了啦这个部分其实是没什么坏，因为我看到了一种内在的宁静感也看到了一种追求真相的一种冲动，所以我才会觉得说你打乱了他内在的宁静，所以他觉得你很重要，他把你放在心上，他要把它想清楚，为什么你对他的内在心理影响这么大了所以我才会这么说的，因为他这2张牌的冲突出现了。好，那么现在看出来的情况，他有点搞不清楚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还是有点搞不清楚，他还在厘清中，他还在感觉中。因为他还在一个初期的阶段，他对你的存在感他对你出现在他生命里的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感觉他还在理解中。然后他原本对感情的理解方式，目前都不用不上，因为这个感觉来得很新所以其实你做任何事情的各种表现，你跟他的相处各种，对他来讲都影响蛮大的啦他有些磁场被削弱，就是说他原本对于别人能做的事情，对别人的自信啊，他能够很自然而然的对别人想的事情，比如说他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事情，他想约你什么的，原本他对别人做的东西都是非常自然的，可是到你身上，他就变成绑手绑脚的你有点像是他的罩门，你知道吗？所以他才会内在里是这么冲突啦，冲突着为什么你这么特别，到底特别在哪里？好像又发觉不了那个特别，可是你又把它搞得有点疯的，有点脱序小型的脱序，有点难以招架，他就有点搞不清楚，因为他还在处理到底为什么的阶段还没有一个答案。我觉得目前看到还没有一个答案，非常混乱他的心思，所以才在寻求这种高度的平静出来但是要寻求高度的平静的时候，
跟要寻求真相是很冲突的。有时候平静的状态，你寻求平静的状态是要让事情自然而然的成为答案。但是寻求真相的时候，你就会变成是你要主动性的、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思维、更多的思考去找到答案。所以这两张牌是冲突的，所以我才说你打乱了他内在的平静，你懂吗？然后翻出这两张牌，就发现说他还在起点，他还没有找到答案。他用了很多的方法，他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他为了朋友或者什么的，他也没办法帮他建构出他现在的情绪，因为他的朋友也没有这种经验，他也没办法理解。所以你在他心上，但他是一种造成他情感上的小烦恼、大烦恼，我不知道你是他情感上的烦恼，表示他还蛮看重你存在的一个力量、力道，然后他无法忽视你的存在。哦，哇！你给他的感觉，你带来给他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啦哈！你给他的感觉有一种他前所未有、没遇过的一种丰沛感，一种舒适感哈。他虽然感受上他不习惯你的存在，可是他又一直感觉到你给他的一个存在感的舒适感，一种你给他很多他需要的感觉，跟他认定，应该是说他需要的感觉，跟他习惯的好的感觉，你给他很多。他心里知道他跟你是契合的，但他又有一点捉摸不到你，所以他对他来讲，他觉得他只看得懂你大概20%、30%而已。为什么还有70%这么吸引他？他搞不懂。但是你又这么活跃的在他面前，他心思很乱。好，我不知道这个是那一种喜欢的心思，还是他非常在意你的心思。我觉得他比较像是他很在意你的存在的一个心思，他还没搞清楚他是真的喜欢你吗？还是喜欢你？还是你的气场太强烈，你的存在感太强烈了，一直实在是影响他观察这世界的目光，因为你吸收了他的焦点太多了，所以他心里有一点烦躁，觉得他原本以为他的世界是环绕着他在旋转的，就他开始觉得他开始附属于你的世界，他在环绕于你，他有这个概念哈。但是这都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他这边感受到就是你带来了太多美好的感受了。这三张哈，你看又是一，都是起头，表示他现在对你的感受都还是一个很 pure 的、很新的、很前面的哈，不算，我觉得都不算整理完的，没有整理完的。然后这张牌的出现是告诉我说，他甚至有在想说，他是不是要舍弃一些他的自我，才能够理解你，哦，或是他有感受到说，他只要更接近你之后，他就要舍弃一些他原本自己的样子了。所以你现在看出来的是，你真的你的表现、你的存在对他来讲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太深远了哈。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局面，但是我不确定这个是爱情的感受，还是目前只是先达到一个存在感。哦，你对他印象，因为他这个后面的发展会变成是，如果你们两个变好了，要开始聊内容、聊心事了，聊秘密了，然后变成更好的朋友，会不会发展成恋人？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你们算是很契合的，但是你必须突破一件事，他可能会误以为他不喜欢你，但其实那只是因为磁场，两个人的磁场太相近，力量太相像，无法互补。所以当你们接近的时候，强的会干扰比较弱的，所以他是那个比较弱的，他被干扰到了，所以他才会很多事情都绑手绑脚的。那只是因为你们的磁场各方面元素、内在结构都太相近了，然后在同一个空间，你不需要两个，有这个讯号啦。除非他开始理解你了，更理解你了，从理解你身上理解他自己之后，他知道你是他需要的一些补缺他缺点的一个人的时候，两个才会处于一种比较吻合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会有一些言语上的误会了，行为上的误会或认知上的误会以为彼此是互相讨厌的，或是他会误会你是讨厌他的，因为他现在对于你的各种举动，他的反应都太大了，他的得失心有点太重了哈。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这个人，哦，你现在想的那个人，我觉得你需要打破僵局，用一种更柔软、更柔软的方式，更和蔼可亲的方式，更温和的方式，更软绵绵的方式去跟他相处，让他习惯于你，并没有那么强势，你并没有必要让他感觉到压力这么大，或是让他感觉到你每次来的时候都有一个大气压下来，他有点绑手绑脚的，有的时候会这样，这样一次一次的让你们关系变得比较软化哈，才会有进一步的结果。来，我再往下看。
帮你找找看啦，看牌面有没有要给你一些方法，就是如果你们要怎么打破这个僵局。我现在发现是有一个僵局的，是有一个东西阻碍在你们的感情发展里哦。来帮你看一下，好，用这个看看有什么东西躲在后面哈，有什么方法可以？好。好，找朋友帮忙。除了找朋友帮忙之外，你可以创造这份关系的主导权。其实你主动约他或是什么，主动跟他讲话，你都会抢得先机去引导他去把这关系突破起来哈。所以，而且他会蛮配合你的，因为他已经绑手绑脚了，所以他会觉得先配合你是让他觉得最舒服的方式哈。所以你们要拉近关系的话，你要主动性要更高一点。不过我告诉你，结果都是好的，结果都是好的，不用太担心。然后你会找到越来越多跟他相处的方式。他也会感受到越来越多怎么跟你相处融洽的方式哈，所以别担心，你可能这一个关系里的跨出的那一步的人是你哦。然后呢，我觉得你需要放下一点身段，放下一点自己的个性去跟他相处，才会两个人的交集才会比较对。因为我刚刚跟你说，两个磁场来说，你的磁场可能比较强，他的比较弱，所以他会被削弱了嘛。所以你要再放下一点点身段哈，你看你要怎么放下一点身段，就是可能要装可爱啊，变比较淘气啊，变比较那么严肃啊哈，变得比较被动，创造一种被动的机会，然后或是常出现在他旁边啊，表现的需要被帮忙的方式啊，表示需要被帮忙的样子啊，或是找一些机会让他帮忙你啊，哈，这种方式可能会让他的主动性更高一点，然后可以创造一些更多的相处机会啦，相处的契机。然后你们在这种小小的相处契机里面，你会找到更多的方法去拉拢彼此的关系。吼，现在有可能你以为你在暗恋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困扰在他身上，他没有办法主动，他没有办法跟你多做各方面的事情，是因为他现在还在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慌乱里。哦，他还没有确定你到底是谁，在他的世界里你到底是谁。好，这个僵局可能要靠你自己去突破哦，你要更多主动。这里的主动性的牌叫你主动性的牌，还有这个局势里面你是具有掌握到所有控制权的人是你哈。不过相信我哦，这里的牌出现，结局是好的，结果是好的，你只要多主动一点，结果就是好的哦。来，帮你翻这个。对啊，这要找朋友帮忙啦。你如果需要找朋友帮忙，找朋友去邀约他，找朋友一起出来，什么变成比较多人的一个活动哈，约出来，的确是哈，都在后面，都在很多的好的事情都在你主动之后打破这僵局之后就会发生了。现在有一点点，你也没有主动太多哈，然后他也在他的困扰里哈，他再这样下去，他对你的观感会僵化，他会变成是，他会把你，就是你要主动去拉他，多跟你讲话，拉他跟他多约出去啦。因为对他来讲，他觉得一次就没有下一次，一次他也很难主动去跟约，因为他还没有过那一关哈。你要让他去习惯，你们两个是常常相处的，你们两个的关系是可以常常见面、常常相处的。你让他去习惯，你要让他去习惯他的自在感要堆积起来，你们关系才会往上进阶哈。目前翻起来，你们的关系有进阶的那一个门或是那个阻碍被打开了之后，你们后面得到的东西真的很多诶。你们会有相同的愿景，你们会有相同的兴趣，然后你们会分享彼此的生活，会分享彼此的收获，然后你们两个会蛮契合的，各方面个性上都蛮契合的，而且很自在，两个在一起之后会很自在，而且彼此的朋友圈你们也能够进入的蛮快的，蛮容易适应的。这里已经2次告诉我了，你要打破僵局可以靠朋友的帮忙，靠朋友去约，间接的接近他，间接的接近他就可以了。
其实我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阻碍啦，在你们这份关系里。现在你可能以为你是在暗恋他，其实没有啦。其实我觉得你两个人是对称的，反而你给他的压迫感更大哈。你们彼此有一些感受上的误会。如果要破这僵局的话，第一，你主动去跟他关系跟互动变得频繁；第二，利用你的朋友哈，去把两个关系拉近。这两个方法都蛮有用的哈。现在因为朋友牌出现了嘛。这个是讲社群啊，一个社群的牌，所以它这个是反牌，就告诉你说那些好处、那些好的方法躲在后面，你没有用，哦，你没有用。然后这也是啊，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领导能力，你才是这个局面的主控权都在你身上哈，可是你却对你的立场有所误会，所以你们迟迟不动哈，乌龟就在这里嘛，迟迟没有任何的动作嘛哈。然后像这个正义牌，就告诉你说那些好的收获哈，好的东西都要在你主动之后都有，因为它那个丰盛就躲在后面，它不在前面哈，丰盛都躲在后面，你看都躲在后面，好，之后的东西都躲在后面，那些丰盛躲在后面都不在前面，所以就在那一步有没有被跨越，有没有被打开了哈，那个感受上的误会需要被重新理清。哎，再看一下还有什么建议牌哈。建议牌用这个好了。一样，朋友帮忙，找朋友帮忙哈。因为其实你现在不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了，然后你往你自己内在去挖，你好像也挖不出什么方法来，去找朋友帮忙啊，去找朋友帮忙，去找朋友给一些意见来帮你。现在好像你想不出个所以然了，去找朋友，然后你会打开你的灵感之门哈，你会知道，你会慢慢知道，你会找到方法，你会找到你要跟他相处的智慧，你会找到怎么突破这个僵局的智慧，你会有。哦，因为这个未知啊、月亮啊、什么自我，你找不到方法了，去找朋友哦，跟朋友诉说你的情况，不一定要找他，然后你的朋友会主动帮忙你。现在你的朋友的协助能量还蛮强的，已经翻了2、3张牌了。其实你不要求他们也会主动帮你啦。哦，或是认识一些对方比较亲近的朋友。哦，他们会告诉你一些他的秘密啊，或者你怎么去打破这个讲解的一个小方法，或者让你更了解他这个人啊，让你会有一些灵光出来，知道怎么拉近彼此的关系哈。好，这就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哈，希望你能够理解我对牌面象征的解释哈。总之呢，现在主导权在你身上哈，你们拉近关系，要突破僵局或什么的，都在你身上哈。对方虽然心态上还没准备好，但是对方有那个心意，对方一直因为你的存在感感觉到困扰，但是都是好的正面的哈，因为它有一些很好很温暖的东西，很正面的东西，很雷同的东西，一直出现在他脑海里哈，他还搞不清楚是什么，但是你可以去帮他搞清楚了。好，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哦，按赞对影片跟频道很重要哦，谢谢你来听。来，接下来是选到3号的朋友哈。好，今天的题目是他把你放在心上了吗？你在他心里的想象、想法或是感受上是什么呢？我们来今天来翻牌帮你看一下哈。来，好，现在抽3张牌来帮你看一下哈。他觉得他把你放在心上哈，而且是他理解过你一阵子之后，他发现。他无法忽视你的存在感了哈，他把你放在心，他觉得你有让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是他的生活圈哈，他的理解范围内一个全新的样貌出来。对他来讲，他其实认识你之后，他觉得很意外哈，原来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人是这样想世界的。然后他甚至觉得你常常带来一些他需要他却没想过的思维。他脑袋常常出现一句话，就是我没有听过哇，这好有趣哦！我没有看过但我好想看到。他常常因为你脑袋出现这些思维所以你的特别、你的特殊感在他心里慢慢的发扬他无法忽视你的一个，你在他生命里，在他现在的生活里是一个亮点啦。他有一点点沉迷于在你那边收集或是截取你的新的想法、你的新的样子，所以你现在绝对不要改变你自己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比较有趣、比较荒诞、比较随意、比较鲁莽、比较自由自在的话，那就是你现在的优点。你现在正吸引他，在欣赏你，也正在吸引周边的人，正在欣赏你这个点哈。那再继续往下翻哈。他觉得的确，这刚刚已经讲了啦，因为他自己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想法或什么的事情，在观念里跟你相较、跟你比起来的话，你更有创意、更多奔放的东西哈，所以他对你心里有一种已经有一种心花怒放的感觉，他已经有那桃花在他心里打开的感觉，他有在想说要不要跟你要不要跟你说，要不要迈出这一步后来拉近关系？他其实有在想哦，但是他好像还少了那个勇气，因为愚人牌其实有代表他的那个勇气，跨出下一步的那个勇气。但是因为以这个顺序来说，现在才出现的话，我觉得他在跨出那一步之前，前面还有很多的考虑，还在感受，还在观察，他还没有办法那么快出，可他已经有那个心意了，他有点想要跨出那一步来问问你们是不是要不要更进一步的关系啊，或更好的朋友啊，或是交往各方面，他有想过。他有想过哦，来，我再继续往下翻。他不远的将来，他会主动跟你拉近关系啦。然后他现在有欠缺的东西吗？我现在看起来还好诶，他差一个小小的冲动而已啦，哈，你们这段关系只差一点点冲动而已哈，但是其实这个冲动的时间来的也差不多了。所以你们可能会有一些别的事情，不会一些写的契机会拉近关系哦。因为他现在有一种，他自我想象他想象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的关系有很多的复杂，但是他都想象的，他也没办法证明，他只是想象担心哦，可能是他以前的感情经验让他担心起来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力量太小了，没有办法压过这些力量都很了，他已经他要行动了啦，他要行动去，因为他内在有一个冲动有起来哈，这个圣杯骑士他内在有一个冲动有起来，然后又是权杖国王，他内在有一个冲动，他有点按耐不住，他会跟你拉近距离，他不一定会跟你告白或什么，但他那个冲动已经来了哈，然后只是他停在一个他在观察。他还在想清楚这样做好不好吗？这样做会不会伤害你？会不会对你不好？或是他还在观察你有没有另外一半啊？你有没有需要感情生活？还是你对感情的憧憬如何？他现在还在观察这个东西哦。不过他的自信心他有那个自信哦，他非常相信他可以对你好哦。他非常自信，他就算被拒绝了，他还可以活得很好，他还是不会被打击到，他有那个自信在哈。但他现在突然那个理智面突然跑出来了。这里哈，他理智面突然跑出来，原本以为的这个宝剑，是因为他观察你到，他理解你，明白他自己需要你，明白你的重要性。原本以为是这些，可是他这里这样子翻下来之后，就发现说，哦，原来他现在有一点过度分析你们两个的未来，或是你们两个的状况，他有点过度思考了。我倒觉得不要啦，因为他想太多，还不如直接迈出下一步，然后就会知道你们两个关系发展会是怎样。不过别担心，他的冲动能量很强，他不久将来就会主动跟你拉近距离。哦，你可以感受一下，有人在跟你，那个人在跟你主动拉近距离，他在跟你示好，他有在跟你示好，但是他有没有要跟你确定关系，或是跟你告白，我没有看到了。我只知道他有一直想要再跟你更接近、更了解你、关系更密切，有这个哦，所以你在他心里已经变成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了，已经他有想要得到的一个欲望了。哦，来，我再往下看，看一下他这个人呐看看他，他现在到底在踌躇什么？到底在等什么？哈，到底在不知道，要慢慢往下翻哈。先看他这个人哈，等下再来看你可以多做什么事情。我觉得他可能把他自己对于感情的愿景放得
太梦幻了啦，哦，所以他有一点点被自己的想象捆绑住，因为他觉得感情，他可能心里感觉感情应该要是那个样子，然后才对你最好，哦，他希望达到那个样子才能对你最好。可是他有点忽略了，其实有些事情是要边走边学，边走边发生哈。因为每走一步会变化的事情很多嘛。他比较像是他希望一次做好，可是我又觉得他没有能力一次做好。我反而觉得他需要的是更大的冲动，就是直接跟你拉近距离，或者直接跟你告白或什么就好了。因为他的学习力很强，他的承受力也很强，他的热情也很丰沛。他不会被打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前面在想，看再翻一次的时候也是非常多的想象哈。他常常想清楚了又回到原点，想清楚了回到原点。他可能睡觉前把事情想清楚了，明天要去跟你拉近距离，或者跟你告白。起床的时候又突然重想了一遍，又发现不行哦。不要怪他，他是一个蛮负责任的人。他希望他给你的东西，或是对于你的好是，他是有责任感的啦。他不想要鲁莽的随便给哈，有点乱枪打鸟的概念，他没有这个概念。哦，那再往下看一下。嗯，好吧，他可能之前有告白跟别人告白被拒绝过哈，因为我觉得他心里有一些小小的伤口没有复原哈，所以他这次又遇到你之后，他也想告白，他也想了解你，可是他不想要再重蹈覆辙之前那一件事情哈，所以在他搞清楚你是谁，你对他来讲是多重要，或者他理解之前，他可能都先不会告白哈，所以他会把那种对你的冲动转化成对你的好奇心更加重啦。他现在还是属于一种比较武装自己、保护自己的状态里去感受你的存在。他不会贸然的行动，但他心里的冲动已经非常澎湃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去平衡这件事情的哈。是，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种自我调节能力，就是先，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蛮见好就收的人。他可能觉得接近你了，多看到你一些，然后在你附近有感受到你，他现在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因为他很害怕，他再往下走一步，再多做什么，会把这一切原本的美好破坏掉了。而且他还时常躲在他的朋友后面，不太表达。他有点收敛了他的表达。他对于感情这一面有点小小的害怕了哈。我猜想，真的是因为之前的感情伤痕，让他现在变成比较拘谨一点。对于感情的表现上，他变得比较拘谨。也不要怪他啦，如果你有发现的话，不要怪他，因为他还没有完全疗愈起来哈。也许他已经不在乎前面的事情了，但是他的身体心还没有疗愈起来，还没有复原起来。好，目前看起来他有一点点先停滞的状态了，对于要不要告白哈，但他确实已经把你放在心里蛮重要的位置，因为现在都有一些很强烈的感受的牌哈，在他心里打滚哈，在那心里打转。哎，我来看一下你，你能做什么或是什么，有什么契机哈？别的牌来看好了，用这个。嗯哼，哦，我觉得你这边好像是要告诉说，你可以先保持一下现在的情况，都不要做任何太多的动作了，然后事情会自然而然的发展到水到渠成的一个情况，而且它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帮助你哈。他的朋好像会有一种，这里有一种外来的力量会帮助你们两个更加的接近诶。这边有告诉你说，先叫你按兵不动，或先保持下去，不要做太多的事，先维持你现在的状况哈。事情会慢慢的发展到你想要的那个样子，好。嗯，有别的事情会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啦。我说的别的事情不是朋友或什么，就是说，
可能在看 YouTube 啊，看什么影片啊什么的，会改变了他对于你的关系，也许会改变了他对于你的冲动性的主动力会不会提高哈？会有别的事情影响这个事情的发展。这边建议是叫你不要做太多不一样的事情哈，你可以都按兵不动，等待的或是被动的，对于这个情况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你不要刻意去做一些事情来促成他跟你告白，或是促成或是刻意的去拉近两个人的距离。现在不用哈，现在已经他在这里有告诉我说，有些能量已经慢慢的在拉近你们的关系了。他到了一个时机点、契机点之后，自然你们两个会有很特别的事情会发生，然后突然两个人就变得非常有感，非常有好感，默契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就跑出来了。那我再看，尽量不要去做全新的事情，或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譬如你的打扮突然全换了，你的头发突然换了一个颜色哦，或是你的穿衣风格也换了。或是你的朋友圈突然换了，这种大改变先不要哈。目前好像会慢慢的把你们两个拉近。看起来都还不知道，光这2张牌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现在只要耐心的等，后面的情况就会蛮好的。哦，别担心。来，我再往下翻一下，帮你翻一下时间啦。看这3个月有没有一些改善，或是关系会变得更好哈。我不一定每一组牌都会翻3个月、6个月的，我要看整个走向我有没有需要翻哦。这一组牌非常适合来翻。近期呀，我觉得3个月内还是会是这个状态，不会太多。哦，我觉得先保持你们两个的关系是稳定的，保持你们两个的关系是现在这个状态，不要减分就好了。加分不要欲望太多，因为他已经在慢慢的在加分了，所以你欲望太多，需要去推动他加分的话，他可能你现在也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分数啦。有的时候就是你的福袋能装多少就装多少，福袋会自己变大，能装更多。但是你现在突然把福袋拉大，就想要让它福袋变大，它装不了它装的东西就不会满啊，你就适可而止，刚刚好满足了就可以了，满足它就会慢慢的福袋会越来越大，该装什么就装什么。好，现在只有这个讯号出来，绝对不要去那个因为这一组牌比较多的能量是主动权是在他身上哦，因为他在进步很快，他在进化很快，他一直在努力的想清楚你的价值、你的存在感、你在他生命里的重要性，他一直在努力想，他的突破性很快，他慢慢的就进化了。所以你可以被动一点哈，让这2个人的关系的主动权放在他身上，他会拉近你们的关系。那你的责任就是不要让你们的关系疏离了、减分了。好，不要造成一些错误哈，让彼此观感变差就可以了。来，这3个月，后面会好一点，但是也还好，还是一样，就是慢慢的关系会成长，这样就好了哈。真的不要去制造太多全新的样子。我觉得这边就是有一种以静制动的概念，以静制动的概念就好了。好。就3号牌看的真的差不多了哈。如果你真的要觉得会有关系突然拉近，那就是第4个月了。第4个月会有一些突发奇想，或一些突发的状况出来，你们俩会突然变得比较近一点，但是这能量不够多，只会近一点，然后会比较那个。所以这半年，保持好关系就可以了，分数有在慢慢的往上加。好，你就慢慢等，能源有开始慢慢的补起来，关系的能量慢慢的建立起来，两个人的连接有慢慢的打结了起来了，联系在一起哈。好，记得要有点耐心哈。好，这就是选择3号牌的朋友哈。今天讲比较快，所以时间比较短哈。那希望牌面的象征对你有帮助哈，可以给你一些乐观的想象了，比较多正面的一个方向感哈。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哦。谢谢你来听。